吃乾抹淨，一家上市公司竟然被3位老板套现了3次。股民習慣把股價走势奇怪、经常暴涨暴跌的股票称之为妖股，妖股并不罕见，罕见的是超级妖股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麼一只剛剛完成重整、正在申請撤銷退市警告的超級妖股 ST 人農。肯定有粉絲好奇，ST 人工究竟與一般的妖股有什麼不同呢？為何改成超級？原因無外乎除了一般妖股的暴漲暴跌外，ST 人農還換過3任老板，且每個老板都利用它從股民手中套走了一大筆現金，堪稱超級提款機。第一位套現呢是號稱諸暨首富的習建平，據胡潤百富榜透露，他利用 ST 人農套走了25億。第二位套現呢是號稱山西首富的田文軍，雖然無直接證據顯示他從 ST 人農套走了多少錢，但是從他跑出英國時捲走了110億現金推測，數額可能高達100億。第三位套現呢是號稱內蒙首富外省的霍東，他接手時 ST 人農的賬目連貨爛不堪，但他仍然能通過發布各種利好的方式成功套走了2億現金。隨後 ST 人農宣布進入重整程序，被榨乾了最後一滴血。奇怪的是，在被反覆套現了3次後，ST 人農卻仍能繼續在市場上交易，這究竟是為什麼？想要搞清楚其中的緣由，需要從他的前身紅雷股份了解。紅雷股份由第一任老板習建平所創，習建平本是浙江諸暨人，但是大學是在江西讀的，所以畢業後索性留在了江西工作。憑借浙江人過人的生意頭腦，他在當地開了一家百貨商場，把浙江生產的小商品倒賣到江西，因此發家，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女強人。後來江西方面提出他這兒有豐富的銅礦卻沒有銷路，希望習建平想想辦法。於是習建平又回浙江老家開了一家銅製品加工廠，低價從江西採購銅礦做加工生意。2008年受次貸危機的影響，銅材廠經營陷入困頓，算上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，習建平竟然欠了25億的外債。債主問他要賬，他不想如何還錢，竟然打了上市的主意，稱如果不上市，咱們就一起完蛋。申請上市期間，銅材廠的利潤突然暴增，每年幾乎都是前一年的1倍。但是仔細查看習建平的賬目，就會發現一些蹊蹺的地方，比如銅料在加工過程中一定會產生損耗，但是那幾年他的銅材廠賣出的製成品數量竟然比原料還要重，究竟是會計入賬時寫錯了，還是某些人有意為之，只有天知道了。不管怎麼樣，2011年底，紅雷股份實現了上市，習建平瞬間從欠25億的老賴搖身一變成了諸暨首富。上市後，由於有3年的經手期，習建平便頻繁的質押個人股份以套取貸款，還利用大股東的身份，用各種理由佔用上市公司的資金不還，引發股民不滿。深交所隨即對其展開調查。事情放大後，習建平帶着高管在網上道歉，表面上態度良好，但私下裡佔用公司資金的行為有增無減。2014年財報顯示，公司的10億資產中竟然被他佔了8億多。照這種玩法，不出1年，紅雷股份的資金就將枯竭。正當習建平的資本遊戲難以為繼時，一位更精於金融操盤的接盤俠登場了，他就是田文軍。田文軍原本是在山西糧油系統的一名主任，後辭職下海，在北京開設了一家公司，整合了山西不少糧油企業，並且通過金融槓桿不斷擴大自己的事業版圖。巔峰時控制了一家美國上市公司，6家國內上市公司。2016年，田文軍用21億買下了習建平的股份，成為了紅雷股份的實控人。一位玩金融的老板要一家經營不善的銅材廠幹什麼？其實田文軍看中的並非銅材生意，而是上市公司可資源。他迅速剝離主業，注入金融資產，主打互聯網金融的概念，借此炒作股價套現。隨之而來的是股價的暴漲與暴跌，僅用了1年就從8塊錢漲到了27，翻了好幾個跟頭。就當即將揮下鐮刀時，田文軍龐大的金融帝國突然崩盤了，裡面的原因相當複雜，背景也很深。簡單說就是他非法融資的行為被提前曝光了，連帶拉爆了股價。但是田文軍絲毫不慌，他按照提前準備好的劇本，買了一張飛機票飛往倫敦，至今未歸。據傳他在英國買了好幾棟學區房，做起了包租公。田文軍是一走了之了，但是爛攤子總得有人收。經過幾大股東的協商，眾人一致推舉公司的第3大股東人農科技的創始人霍東接手。霍東也不含糊，很快又將股票的名字改成了人農控股，繼續在金融賽道發光發熱。他的第一個舉措是2019年與一家名為凱科金的企業合作，讓渡了自己的表決權，換取了凱科金50億的融資承諾。當時人農的盤子不過200億，新進50億資金的消息足以重振市場信心，一時間散戶紛紛入場，股價從15元一路飆升到64，霍東身價跟着水漲船高，一度獲利超過27億，排行胡潤80後企業家中的第40名。上之後自然迎來的是暴跌。2023年凱科金宣布辭職後，人農控股連續14天跌停。即使這樣，霍東也順利掏出了2億現金，並且辭去了公司董事長的一職。3任老板3次套現，ST 人農如同一具被反覆操縱的提線木偶，首富們是帶着真金白銀離場了，可期望損失慘重的散戶別走。